什么是舞台？在演员眼中，舞台可以是游乐场；在导演手上，舞台可以是宇宙洪荒；在灯光设计师来讲呢，舞台可以是日月星辰。那么对于舞台设计师来说，舞台是什么？什么是舞台？我是林奕华，我是一个戏剧导演，也是这个介绍什么是舞台美学系列的导游。什么是舞台系列？第二位我要向大家介绍的舞台美学家是来自德国的杨培普鲍姆 Jan Papelbom。 比起以往只有具有社会地位或者经济优渥的阶层才能聘请专业建筑师或者是室内设计师来设计自己的房子，今天在媒体上随处可见一些影片介绍如何装潢我们的家居。这些影片大大拉近了优渥阶层跟普通人之间的距离，普通人不再因为空间的局促就不能满足住在豪宅里的想象，因为至少他们能通过影片提供的概念，以最少的空间换来最像住在豪宅里面的体验，即便所谓的豪宅不过只是一般星级旅馆设计感的替代。建筑跟幸福的关系从来都很密切，建筑师的职责呢，是通过他们的理念去为人类打造具有安全感的保障，最好也能够提供对未来的想象。这些想象必然也会从现实反射到艺术的范畴，例如戏剧舞台上那些能够让观众一看就想要住进去的空间。Jan Papelbom 身兼两个角色，既是有着建筑学训练的建筑师，又是具有舞台美学观的舞台设计师。在他遇上诸如玩偶之家或者是海德加布勒那样以家庭跟房子作为主要场景的剧本的时候，要怎么样把原著19世纪中的理想场景转化成21世纪观众的欲望投射物，便需要建立属于这个时代的审美了。什么是审美呢？本来美是没有一体适用的标准的，但是当我们说到时代的审美，这个标准就来自这个时代的大众，而又因为这个时代的大众很多都是通过别人的目光来成立自己的想象，这个自我的定义便不是主宰在自己的手上了。可是为了让自我的感觉不会从主动变成被动，现代人又必须去成立让自己被看见的各种手段。那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不管什么时候都要成为焦点。这个时代的审美就是关于人如何在任何场合、任何时候都是中心，哪怕那只是以自我为名、以他人而成立的中心。在柏林列宁广场剧院，除了大型的剧目之外呢，也会有一些小的制作，这让亲密的场景跟聚焦的空间显得格外的重要。在先前我们提到 Jan Papelbom 会把整个剧院分割成为不同的空间，这样的分割不仅仅是将一个大的剧院分出3个演区提供不同的功能，而是将每一个空间当作是一个物件去定义。观众从一个空间走到另外一个空间，不只是感受得到空间的大中小，而是感受到它们本身是各自独立的、性格不同的物件。Jan Papelbom 认为把空间当作是物件来看待的概念必须延续到舞台空间的设计上。他说，将舞台作为物件的想法与概念跟传统的镜框舞台是很有关系的。大多的时候，我们走进一个剧场会看见的第一个这个建筑的基础就是它是一个镜框舞台。那第二个建筑的基础呢，就是它有一个升高的平台。Jan Papelbom 认为是第二个基础更加成立舞台之于剧场空间的概念，因为只要它有一个升高的平台，即便拆掉了镜框，它都还可以是一个舞台。所以他当初做的就是把观众在偌大的剧院空间中呢，集中放在一块，让他们做得很近一个舞台似的物体。在那样的设计下，柏林列宁广场剧院巨大的空间就不再成为定义剧场的主角了，那个被升高了的平台才是。就像他与 Thomas Osterman 共同创作的娜拉或者是海德加布勒那样， Jan Papelbom 在那2个作品中就是用了大约7米半乘7米半大的升高平台作为舞台。这不仅仅是跳脱了以往镜框式舞台的比例哦，更让舞台变成了类似展示珠宝的基座。Jan Papelbom 因此还将它设计成为一个可以旋转，让观众即使坐在一个固定的座位上都能获得360度观看的机会。
这样的设计除了改变舞台本身的物质性，还让它成为了一种装置，也就是让舞台本身既是一个物件，也是一个展示品哦。在柏林列宁广场剧院的第幕剧里，有2部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它们都是出自易卜生的手笔，又都是以一个女性的矛盾为主题。矛盾就是他们的身体意志到底是属于自己的还是他人的。按创作的年份改编自瓦尔之家的娜拉，首演于2002年，另一出是首演于2005年的海德加布勒。被封为经典，又于世界各地多处搬演的2出剧作来到了柏林列宁广场剧院，在 Thomas Ostermeier 跟 Jan Papelbon 的处理下，会有怎么样的不同精神面貌呢？其中的不同，也许就跟 Jan Papelbon 是舞台设计师，又同时是建筑师有莫大的关系。即便把创作于19世纪末的这2出易卜生的作品放到现代的舞台上，使用现代的场景来演出，也不是什么少见的事。分别在于导演跟舞台设计师在诠释什么是现代场景的这件事情上，会有多少对于当时社会环境构成的认识，以致可以在今天的建筑中找到呼应、能够对话的空间。这个空间在 Jan Papelbon 设计的娜拉跟海德加布勒里，就是通过现代主义建筑先驱之一的密斯凡德罗的设计来开展以及得到引证的。开展的方式就是在娜拉主要的场景客厅里摆放了有着密斯凡德罗签名式的3张沙发，得到的引证也是在海德加布勒里，Jan Papelbon将密斯凡德罗有名的别墅凡斯沃斯宅作为设计原型，变身成把女主角海达囚禁的一座玻璃监狱。这些沙发和房子呢，既是出自有名的建筑设计师之手，也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身份象征。可是2部戏的女主人翁在这样的环境包围下，一个枪杀了自己的丈夫，一个开枪杀死了自己，他们都没有得到名贵家居以及摩登居住空间的祝福，反而像诅咒般，家居跟房子成为了他们的噩梦与陪葬品。密斯凡德罗在 Jan Papelbon 的设计里就象征了现代与现代性为什么不一定就是幸福未来的保证与承诺。寻找自我是易卜生的角色一直都在面对的问题，不论是在瓦尔兹家中的娜拉，或者是海德加布勒中的海达。先前所说 Jan Papelbon 以密斯凡德罗的凡斯沃斯宅作为海德加布勒的原型，这样的一栋以玻璃为主要建材的建筑呢，它带来的问题就是，如果从外在去观看，它就是一个超大的展示盒，让住在里面的人成为了展品。如果当室内的照明大过室外，在其中的人将无法看清外界的细节，包括那些窥视者。拥有这栋建筑的主人呢，明明就是房子的主人，具有住在这个房子里面的自由，但是玻璃这个建材却导致主人永远活在别人的目光之下，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导致别人的诠释，甚至妄下结论。凡斯沃斯宅本来是密斯凡德罗因一位女士的违约而设计，主要的目的呢是让有着女医师与教授双重职称的这位社会精英，能够在假期期间可以从忙碌的工作中转移，又在建筑坐落的人造景观之中找回纯粹的自己。在那些无缝的大落地窗前，可以让光影啊、色彩啊，甚至是气味让他打开自己，享有心旷神怡的感觉，因而他也可以在里面冥想休息，借着独处静思来寻找自我的。但是当建筑落成之后呢，这位女士入住了，才发现这并不是一个舒适的居住环境。密斯凡德罗又禁止这位女士以任何的方式改变从外部观看这个建筑物的方式，包括任何增加遮蔽的物件。易卜生创作像海德加布勒、瓦尔兹家这样的巨作，是因为在他所身处的时代，一般市民是无法在这种开放式的窗户中展现自己的私人生活的。但是随着经济发展以及快速的都市化，人们又逐渐追求建构私密空间，
并在其中用各种生活仪式去对抗外在那些难以控制的忙碌与疲惫。所以当时的人们认为说，揭露这些私人空间是赤裸甚至是罪恶的，以致像海德加布勒、玩偶之家这样的剧作呢，就等于是揭开了这些私人空间的窗帘，让观众在舞台下听着舞台上的演员在客厅这个私人空间中进行没完没了的争吵，甚至是对另一个人的无情嘲讽，便带来了焦虑与不安的心理活动了。Jan Papelbom 使用玻璃作为这个版本的海达加布勒的客厅的主要建筑材料，是借着玻璃给现代人带来的想象，反映女主人翁海达对于物质生活、社会地位的欲望，以及这些欲望又如何成为别人把她当成棋子一样操控的比喻。玻璃不会是易卜生时代的欲望象征物，可是现代人的焦虑与不安呢，却可以透过玻璃的作用来填补。一个人住在一座玻璃房子里，实际上是无时无刻不被他人的目光所监视的，但在现代人的欲望之中呢，却是能借助一座透明的房子来展示自己的存在，来达到他人的羡慕与认同。所以当我们看见剧中的海达住在一栋玻璃房子中，自然而然的我们也会把对幸福的认同感呢投射在他身上。可是随着越来越多的错误通过玻璃墙面与悬吊在半空的镜子的反射，女主人翁海达被营造出来的令人羡慕的假象呢便无所遁形。更让她痛苦的是，她又像这座玻璃房子被想操控她的人所看穿。为了反抗这种对存在的主体性被剥夺的痛苦，他的选择只有一个，就是在这个舞台上唯一可以隐蔽的地方，自我了断。我常常会想，如果 Jan Papelbom 不是念建筑，他的舞台设计会有什么不一样？最简单的答案就是他会把舞台看成只有前面跟后面。前面就是展示在观众面前的那一面，后面就是观众不会看见的那一面。展示的一面呢，就是把所有观众需要的资讯尽可能的做出安排，看不见的那一面根本不需要设计。这样的舞台呢，变相让戏剧与观众可以活在单面的空间与直线的时间里。对于剧中很多需要被不同角度观察与了解的人与事呢，好像就不再被考虑之列了。所以大部分时候，导演也好，观众也好，对舞台设计师的要求不见得是如何让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却是要让看得见的东西怎么样可以更好看。而为了要达到更好看的效果呢，装饰与放大就是最常用的手段。我第一次在舞台上看到 Jan Papelbom 为娜拉设计的那个客厅的时候呢，感觉上它更像一栋房子，而不只是一个客厅。虽然也不是没有设计师在舞台上为一个室内空间创造高度楼层，可是 Jan Papelbom 为娜拉设计的那个客厅，并不全然只是想让观众看见客厅的陈设，而是在客厅的空间里，透过演员在其间的穿梭，感受到整座房子的结构。这个结构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它能帮助观众对这栋房子有所想象，特别是当这栋房子旋转起来，被观众看见它在不同角度下有的不同样貌，它就已经不再只是一台平面的布景，却是与生活有关的某种真实。我觉得这都跟建筑师是以制作模型来开展设计工作是有关系的。我会说 Jan Papelbom 看待他的舞台创作，就是把他对建筑的概念实践在剧场之中，因此在他设计里的一些作品里，舞台都必须像真实中的建筑一样。那样的作品就是在娜拉或许是海德加布勒惊爆当中出现的，盖在被抬高的旋转舞台上面的室内空间。旋转可以让不同的角度被看见，当这个特性用来展示一栋被盖在剧场舞台上的建筑的时候，又因为它是矗立在舞台上，而且恍如自己会转动，这便允许观众拥有自己的观点，从而做出自己对于这栋建筑的诠释，让观众有了主动的机会，有时候从远处去看，也可以在近的距离去看。视觉的变化带来更多的想象，整个观看的过程呢，它就好像逐渐从建筑变成一具身体，拥有自己的生命。与此同时，它也可以刚好相反，从有生命的身体变成没有生命的物件。有生命的身体可以是一座雕塑，没有生命的物件看上去好像是一个家，其实也只是一栋房子。也不论这栋房子被装潢的多么有品味、有格调、有诱惑力，
它都还是一件物件。像娜拉中有着楼中楼与大水族箱的梦想家园，或者劲爆里有着香槟美酒 King Size 大床的星级旅馆。转动这个动作隐喻着现代人对于理想的追求越来越像消费的行为，因为同一个物件在我们眼前以重复的方式出现，它会形成销售的暗示，而这种暗示对于长期接受媒体讯息的我们，尽管不会产生警觉，但是也不会完全陌生。物质对人所构成的诱惑力是通过人对离开现实的愿景来形塑的，所以现实代表的就是当下没有办法超越的诸多问题，其中一个就是权力的欠缺。一般情况下，我们对于权力欠缺的补偿就是如何变成富裕。当梦想家园与星级旅馆在眼前如同一件可以被购买的商品展示，这些商品就会引起观看的人的欲望。当欲望以平面的方式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的时候呢，看的人就会感受到与这个欲望有所距离，这个距离会引发他想要去拥有。但是当欲望是以立体的方式全面被看见的时候呢，看的人会觉得要得到在眼前的这个欲望就不仅仅是拥有这么简单了，而是要将自己完全带入投入其中，甚至自己与之融为一体，让他人也可以如此的欲望自己。Jan Papelbom 说，中产阶级的戏剧中，诱惑力是很重要的。只有当剧中的这些角色在面对不论是物质还是社会阶级的堕落，而堕落的程度又刚刚好的时候，才能达到戏剧应有的效果。因此，它需要刻意呈现一种富裕的美学。诱惑力意味着观众会被舞台上的世界所吸引，他们不应该抗拒戏剧所呈现的世界，因为一旦产生这种抗拒的心理，就会使他们与戏剧内的事情保持距离。观众不能在剧情尚未发展推进之前就看到剧中人的伤痕累累，他们要亲眼看见那些物质与社会阶级堕落的过程，来让他们在被吸引的同时，也看见诱惑相反的一面。也有可能是当舞台从平面到旋转，我们才在这个与自我欲望投射相反的一面看见自己。